朝鲜半岛近来核风险加剧，美韩两国日前签署关于朝鲜半岛核威慑与核作战指南。韩国高官称，这意味着美韩同盟的基础从常规武器升级到核武。韩国总统尹锡悦16号表态称，美韩同盟已升级为以核为基础的关系，美国将特别部署核资产执行朝鲜半岛任务。那这将对半岛局势带来哪些重大影响？来看报道。 韩国总统尹锡悦16号在首尔龙山总统府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美韩同盟已提升为真正以核为基础的同盟关系，以更加有效地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他说，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美国都将特别部署核资产执行朝鲜半岛任务。目前，美韩已建立起了能够敏锐有效地应对朝方任何形式核威胁的态势。外界注意到，尹锡悦上述表态是基于他与美国总统拜登11号在北约华盛顿峰会期间签署的美韩关于朝鲜半岛核威慑与核作战指南。这份文件指出，如果朝鲜对韩国实施任何核攻击，都将面临立刻、压倒性、果断的反制措施。双方商定，今后推动美韩核咨商小组各项工作迅速取得进展，包括扩大保密程序和情报共享、核协商程序、核武及战略计划，必要时韩国常规武器为美国核作战提供支援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美韩双方首次明确处理朝核问题可使用美核武。去年4月，美韩发表华盛顿宣言，约定美对韩提供核保护伞，建立美韩核磋商小组机制，增加朝鲜半岛周边包括战略核潜艇在内的战略资产部署。短短3个月后，美韩核磋商小组机制首次会议召开，美战略核潜艇时隔42年停靠韩海军基地，被视为美向韩提供延伸威慑的具体体现。 韩国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在文件发表后宣称，美韩一体化延伸威慑体系意味着将美国核武和韩国尖端常规武器相结合，同时威慑和应对朝核威胁。金泰孝说， 这是首次在文件里明确写出，美国核武将执行朝核威慑和应对相关任务。这意味着美韩同盟的基础从常规武器升级到核武。有分析认为，按照美韩联合核作战声明提到的打造一体化延伸威慑体系等表述来看，未来美韩联合军事行动中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出现美国战略武器装备、韩国常规军事力量与美国战略军事力量的联合演习，也会成为未来美韩联合军演的组成部分。例如，开展韩国空军军机与美国战略轰炸机的联合训练，模拟为美国进行核打击的战略轰炸机进行护航，或韩国海军舰艇与美国战略核潜艇联合训练、演练战时护航等科目。这一次出台这样一个联合声明，一个大的环境的判断，认为来自于朝鲜所谓的核威胁增加。因此我想从韩国、从美国，接下来呢一定会加强针对朝鲜的像联合军演。 包括双方的相应的一些军事安全的合作，包括比如说军事的访问，甚至在韩国部署相关的战略资产。那么这样一来呢，我想必然会刺激那么朝鲜呢，应该说加大对韩美相关的一些威慑行为，提升自己的战略武器的能力，尤其是核武器的能力。 美韩同盟升级至以核为基础的关系，双方各有盘算。外界注意到，尹锡悦此次访美，除了参加北约峰会，还到访了位于夏威夷檀香山的美国印太司令部，成为该司令部2018年改编为印太司令部后首位到访的韩国总统。韩国总统室透露，美印太司令帕帕罗9号曾表态称，韩国未来可能会考虑引进攻击核潜艇，但这将取决于作战分析。近年来，随着朝鲜追求更强大的海军能力，包括水下攻击武器系统和潜射弹道导弹，有关韩国是否应该拥有攻击核潜艇的争论甚嚣尘上。韩联社报道指，美国高级军官讨论韩国获得攻击核潜艇的可能性被认为是罕见的，而美国则正在拉拢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打造亚太版北约。韩国是美国亚太军事联盟的重要一员。有分析认为，随着联合核作战和威慑声明的出台，不排除未来美国会进一步加强与亚太地区盟友国家的安全合作深度，把美韩核作战声明作为起点，在美国与韩国进行联合核威慑工作的基础上，下一步开展与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达成有关联合核威慑核作战的有关声明，实现与多个亚太国家在核威慑领域的联合，进一步推动亚太版北约的构建。一方面，美国和北约会推动我们说北约呢介入亚洲事务，另一方面呢，我们说亚洲相关国家出于自己的考量，也就是在积极的引导北约介入亚洲事务。我想在双方的互相的这种合力下，我们可以想象，我想在可预见的这个未来啊，亚洲事务会有更多的北约
那么来介入。对于美韩在北约峰会期间签署的最新文件，朝鲜方面强烈不满。朝鲜国防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表示，文件企图通过实现美国核战力和韩国常规兵力一体化，来推进针对朝鲜的核战争准备。美韩此举导致地区军事紧张，局势濒临极限。朝鲜坚决反对和谴责，朝鲜军队将以强有力态势遏制核战争，坚决保障国家安全。而朝韩关系近期也因气球大战再生波澜。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16号发表谈话称，朝方当天又发现了29个韩方投放的装有反朝物品的气球，朝方对此予以严重警告，称韩方要做好为此付出代价的准备。这是金宇正3天内第2次就此事发表谈话。14号，他谴责韩国通过气球向朝鲜投放反朝宣传单。当天，朝鲜还公开了疑似反朝传单的物品落在朝鲜境内的照片，以及烧毁疑似与反朝传单一起落入物品的照片。韩国统一部发言人15号针对朝鲜预告的报复措施表示，韩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将采取令朝鲜难以承受的措施回应其垃圾气球挑衅。韩联社称，金宇正发表的谈话和销毁对朝传单举措是针对韩国发出的威胁信号。面对朝鲜的这些威胁，韩国政府仍坚持不禁止民间团体对朝发送传单的立场。如果说韩方不谨言慎行，特别是不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我觉得朝方也不排除采取其他一些行为来让韩方终止那么对朝方投放气球，譬如说对这个气球的投放过程当中进行这种击落行为等等。那么这样一来呢，我想这个气球互相投放的事件呢，它可能会演化为其他形式的冲突，甚至呢我们说无法控制的风险，会让半岛局势更为紧张。朝韩的气球大战可以追溯至几十年前，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朝鲜和韩国都在自己的宣传活动中使用过气球。2020年，韩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将向朝鲜散发传单的行为定为犯罪。这项法律于去年9月被驳回。此后，韩国方面的气球放飞活动开始增多。自今年5月以来，朝韩开始新一轮你来我往的气球大战。韩国发出的能够将传单和电子扬声器传播到边境以外数百公里的智能气球受到舆论关注。这些所谓的智能气球使用3D 打印机和网上采购的部件制造而成，有时还配备了 GPS 追踪系统，每个造价高达1000美元。智能气球充满氢气，高达12米，底部可携带达7.5公斤的有效载荷。大多数气球都装有预先设定好的装置，可以根据预期的飞行路径、风力和其他天气条件，每次分发25张传单，一次飞行可分发1500张。美军印太司令称，必要时韩国可引进攻击核潜艇。韩国总统尹锡悦甚至公开宣称，美韩同盟已升级为以核为基础。那您觉得这对朝鲜半岛局势及东北亚安全意味着什么呢？主持人好，这意味着朝鲜半岛在加速核武化，不仅朝鲜在加快核导试验，韩国方面呢对拥核也充满了急切，尤其是尹锡悦上台以后，加强了美韩军事同盟。去年4月，美韩发表《华盛顿宣言》，就美韩共同执行延伸威慑达成一致，升级了安全合作，包括成立核磋商小组和加强延伸威慑战略的执行。到了年底，美韩修改10年前的定制型威慑战略，增加了对韩国的战略资产部署。美国一艘核潜艇40多年来呢，首次停靠于韩国，一架 B-52战略轰炸机首次在韩国着陆。虽然呢，韩国没有得到独立发展核武器的允诺，但是美国的核武器已经在韩国了，尽管呢它是间歇性的。前不久呢，北约峰会在华盛顿召开，韩国总统尹锡悦也参加了，期间呢和美国总统签署关于朝鲜半岛核威慑作战指南，其中指出，如果朝鲜对韩国实施任何核打击，都将面临立即压倒性果断的反制措施。美韩呢由此将打造一个一体化延伸威慑体系。因此呢，尹锡悦说，美韩同盟已经提升为以核为基础的同盟。而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则进一步的试探性的指出，未来韩国可以考虑引进攻击核潜艇。有美军高官提出韩国拥核是很罕见的，以往呢都是韩国要求拥核，而被美国呢给堵回去，说由美军提供核保护伞就好了。这次呢却主动的提出韩国可以拥有攻击性核潜艇。联想到华盛顿北约峰会要把亚太4国纳入
其体系，也就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4国来一起应对所谓印太安全，就不能不让人怀疑美国呢是否有把日韩纳入澳英美军事同盟的打算呢？就是那个 AUKUS。美英呢给澳大利亚打造的就是攻击核潜艇。去年美韩提升安全合作层级时，美国防长奥斯汀就说，美国对韩国的承诺是铁定的，将与日本等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要在优先事项上取得非凡进展。那么优先事项是否就是指核武能力呢？很显然，今后美国将利用亚太的盟友来制约中国和朝俄，不排除呢同意韩国拥有核武器。韩国拥核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安全将带来严重的威胁。21世纪下半叶，亚太地区拥核国家有可能成对出现，对亚太和世界带来极大的安全风险。朝鲜对韩美领导人签署的核威慑作战指南发出警告，要求韩国立即停止挑衅行为。而韩国说朝鲜是贼喊捉贼。那您觉得这一局面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吗？带来的后果就是朝韩两国的核军备竞赛。过去呢，朝鲜半岛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无核化，韩国呢也总是劝说朝鲜弃核。现在形势变了，韩国呢要主动拥核，无论是加大美军的核保护，还是潜在的自己拥有核武器，就像美军印太司令所说的，拥有攻击核潜艇。就是说呀，朝韩两国的核军备竞赛已经开始了。军备竞赛呢，往往是相互谴责，都说对方在挑衅，对方在威胁，你有了，我呢要有更高级的。朝鲜说韩国贼喊捉贼，韩国呢则批评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升级的责任在于朝鲜。可以说，朝韩两国的核军备竞赛已经展开了。期间呢，会包含许多附加的行动，比如说韩国对朝恢复广播，朝鲜呢则暗示要继续向韩国放飞这个垃圾气球，这些呢都是插曲，危险的是拥核。俄乌军事冲突给世界有个昭示，就是你拥有核武，敌人呢是不敢轻举妄动。朝韩互不相让，互相指责，后果呢就是两国都有核打击能力，不仅对朝鲜半岛，而且对整个东北亚都是严重的威胁。不仅是安全威胁，而且是经济威胁。设法让朝韩两国停止核军备竞赛，重返朝鲜半岛无核化谈判，才是更为重要的议程。但是呢，挑战性也够大。